这是一个电脑还需要拨接上网的年代，线上游戏刚开始成为许多学生放学后的另一个世界。聊天室、公会、组队练等、调宝、交易、摆摊，以及那些明明隔着荧幕，却比现实更像朋友的人，都在那个年代慢慢发光。现实里不敢说话的女孩，在虚拟世界里成为了大家都喜欢的开朗捕师。她以为那只是游戏，登出之后一切都会回到原本的安静世界，直到她开始意识到，原来有些人即使隔着荧幕，也能听见她没有说出口的害怕。林映雪第一次听见永恒之境 Online 这个名字，是在高一上学期的某个星期五下午。那天放学钟声一响，像是把整栋教学楼里压抑了一整周的声音全都释放。以脚摩擦地面的声音，书包拉链被拉起来的声音，男生在走廊上互相追逐，还有女生三三两两讨论周末要去哪里。林映雪坐在靠窗倒数第2排的位置，她没有立刻起身，只是低头把桌上的课本慢慢收进书包里。国文、英文、数学、地理，每一本书的边角都被她对得很整齐，像是只要把这些细小的事情做好，她就可以不必抬头面对教室里那些热闹的人。她听见前排的几个男生在说话：“哎，你昨天有没有上线？”“有啊，我练到18级了。”“真的假的？你去哪里练？”“南边森林，那边的狼经验很多，可是要组捕师，不然很容易死。我跟你讲，昨天有一个弓箭手超强，站超远拉怪，然后怪都打不到他。”有一个男生问：“你们在玩什么？”“永恒之境，你不知道吗？最近超多人玩。”林映雪的手停了一下。永恒之境，她其实在便利商店看过那个游戏包装，蓝黑色的纸盒摆在杂志架旁边，封面是一座漂浮在夜空中的城，城墙后方有巨大的月亮，下面写着一句广告词：登入之后你会遇见另一个自己。那句话不知道为什么让他记了好几天。他不太懂什么叫另一个自己，可是他知道自己不太喜欢现在的样子。林映雪总是很安静，老师点名时总是会下意识停一下，像是确认他有没有来学校。安静到班上分组时，大家已经自动形成一圈又一圈的小团体，只剩他坐在原位，不知道要把目光放在哪里。安静到午休之前，大家一起去福利社买东西，他明明也想去，却总是在有人回头问他要不要一起时，慌张地摇头。他不是不想要朋友，他害怕自己走过去之后不知道要说什么，害怕大家其实只是礼貌问问，害怕自己一加入，原本热闹的气氛就会突然冷掉，所以他一直留在原地，像教室角落一张没有人会特别注意的桌子。那天回家的路上，天空有点灰灰的，12月的风从制服外套的袖口钻进来。他低着头走在人行道边，书包带子压在肩膀上，有一点沉。校门口附近的早餐店已经收摊了，隔壁影印店的玻璃门贴着补习班讲义优惠，便利商店的自动门开开关关，有人笑着跑进去买思乐冰，有人站在门口拆开热狗包装。林映雪停在便利商店外面，她看见那盒永恒之境 Online 还在架上，摆在那些漫画杂志和电脑游戏杂志中间。自动门叮咚一声，店员抬头说欢迎光临。她的心跳忽然快了一点，好像买一盒游戏也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。她走到杂志架前，手指碰到纸盒边缘时，还是忍不住看了一眼四周，没有人注意她。店员在整理发票，一个穿西装的上班族站在饮料柜前选咖啡，2个国中生在讨论最新一期漫画，没有人知道他正在犹豫要不要买下另一个自己。他把盒子拿起来，走到柜台，店员扫过条码，林映雪从钱包里拿出存了很久的零用钱，纸钞被他折得很平，递出去的时候指尖有点发冷。回家的公车上，他把游戏盒放在书包最里面，
手却一直隔着书包布料摸着他的边角。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紧张，明明只是一个游戏，明明登进去也不一定会有人理他，明明他可能连怎么操作都不会，可是那句话一直在他脑中浮起来。登入之后，你会遇见另一个自己。他想，如果真的有另一个自己，那个自己会不会比较敢说话？会不会不怕被讨厌？会不会在别人靠近时，不会先想着逃走？回到家时，妈妈还没下班，家里很安静，客厅的时钟滴答滴答地走。林映雪把鞋子排好，把书包放在房间椅子上，先按照平常的习惯写完英文作业，又把数学讲义翻开写了2页。她一直很乖，连想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，都要先把该完成的事情完成，好像这样才有资格偷偷开心一点。晚上7点多，吃完饭，洗完碗，妈妈在客厅看新闻，爸爸还在公司加班。林映雪抱着游戏盒走进书房，家里的电脑放在书房角落，白色主机有些泛黄，荧幕后面贴着几张爸爸写的密码纸条。他小心翼翼地把光碟放进去，安装画面跳出来时，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荧幕。安装进度条慢慢往前走，他坐在椅子上等待着。书房外面传来新闻主播的声音。现实世界平凡的没有任何变化，可是在荧幕里，一座陌生的世界正在一点一点被安装进他的电脑。账号申请页面跳出来时，他盯着昵称栏看了很久，要叫什么名字呢？他不想用本名，也不想用太像自己的名字，他想要一个比较轻快一点的名字，像是可以跳过现实里那些沉重的空气。他输入小雪兔，按下确认的瞬间，他又有点后悔，会不会太幼稚？可是系统很快显示昵称可以使用。他看着那3个字，心里慢慢升起一种很陌生的感觉，像是某个从来没有被叫出口的自己，终于有了一个名字。角色创建画面里，他选了一个有淡色长发的小女孩，眼睛是灰蓝色的，身上穿着新手布衣。职业选项一排排展开，剑士、法师、弓箭手、盗贼、牧师。他的滑鼠停在牧师上。职业介绍写着：以治愈与祝福守护队友，攻击能力较弱，但在队伍中不可或缺。不可或缺。林映雪看着那4个字，轻轻地眨了一下眼。现实中他很少有这种感觉，很少觉得自己是谁的必要。分组少他一个也没差，聊天少他一句也无所谓，班级活动少他参与也不会有人发现。可是游戏说牧师是不可或缺的。他按下确定，画面黑了又亮起，下一秒音乐响起，那是一段很轻的钢琴声，像雪落在很远的地方。接着画面慢慢亮起，小雪兔站在一座新手村中央，脚下是石板路，旁边有喷水池，远处有木造的道具店和武器店。村口外面是一片草地，许多玩家跑来跑去，头上顶着各种名字。有人喊着收狼皮1张30，有人问有没有人要组队解任务，有人站在喷水池旁边一直跳，有人打字打得很快，对话一个接一个冒出来。林映雪愣住了，那一刻她忽然觉得自己的房间变得很远，书桌、台灯、课本、作业、学校，所有让她喘不过气的东西都被隔在荧幕外面，而她站在一个很多人都不认识她的地方。没有人知道她在学校不敢说话，没有人知道她午餐常常一个人吃，没有人知道她每次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时，手心都会冒汗。他们只看见一个叫小雪兔的新手牧师，站在新手村中央，看起来有一点呆。有人从他身边跑过去，忽然停下来。那个人叫做番茄炒蛋。番茄炒蛋说：新手吗？林映雪看着荧幕上的字，手指瞬间僵住。有人跟他说话了，他的第一个反应竟然不是开心，是紧张，非常紧张，像在教室里忽然被前排同学回头询问一样。
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可是几秒之后，他想起这里不是教室，对方看不见他的脸，看不见他紧张的表情，也看不见他攥紧滑鼠的手。他慢慢打字，今天刚完，按下确认。那句话送出去之后，他的心跳竟然比交考卷还快。番茄炒蛋很快回，那你先去村长那边接任务，再去外面打史莱姆。牧师前期练很慢，但后面很好组队，加油！林映雪盯着那个加油看了很久，只是很普通的一句话，可是她却觉得胸口好像被什么东西轻轻碰了一下。她打字，谢谢你。番茄炒蛋又跳了2下，然后跑走了。小雪兔一个人站在喷水池旁边，头上的名字安安静静亮住。林映雪忽然笑了一下，如果妈妈此时推门进来，大概也看得出来她有多开心。她按照刚才那个人的指示去找村长，接任务，打史莱姆。她操作得很慢，常常滑鼠点错地方，史莱姆明明离她很近，她却打不到。血量掉了一半，才想起自己有治愈术。第一次施法时，他还把治愈术丢到旁边一个路人的身上，对方停下来打了3个问号。小雪兔立刻打字，对不起，我按错了。那个路人回他，哈哈，没事，祝福我也可以。然后真的站着让他补了一下血。林映雪又笑了，这个世界好像比他想象中温柔一点，至少今晚是。他玩到9点半，妈妈在外面提醒他不要玩太久，明天还要上课。他答应了一声，把角色停在新手村的喷水池旁，准备登出前。画面下方的世界频道不断刷过各种讯息，有人喊收材料，有人找队伍，有人抱怨掉宝几率，各种陌生的名字一闪而过。林映雪没有特别去记，只是安静地看了几秒，然后把角色停在喷水池旁。他登出游戏，荧幕回到桌面，书房重新安静下来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觉得今天的夜晚和昨天不太一样了。他回到房间，躺在床上，听见窗外机车经过巷口的声音，听见隔壁邻居关铁门的声音，听见妈妈在客厅收拾杯子的声音，一切都和平常一样。可是他闭上眼睛时，看见的不是教室里那些分好的座位，也不是午餐时间自己一个人打开便当盒的画面。他看见新手村的喷水池，看见草地上的史莱姆，看见荧幕上跳出来的那句新手吗？加油！林映雪把棉被拉高了一点，在黑暗里轻轻地想，也许他真的可以在那里变成另一个自己。星期一早上，林映雪到学校时，教室里已经有不少人，窗户开着，冷风从外面灌进来，把黑板旁边的值日生表吹得晃动。前排女生围在一起讨论周末看的偶像剧，后排男生把书包丢在椅子上，开始交换游戏情报。有人说他昨天打到蓝色短剑，有人说南边森林深处有一只精英狼，有人说自己差一点就要转职了。林映雪把书包放下时，手指下意识停了一下。南边森林，那是他昨天晚上刚接到的新任务地区。村长让他去收集10个狼牙，可是他在森林入口就被野狼追得跑回村里。牧师前期攻击真的很慢，他打一下怪物扣一点血，怪物咬他一下，他自己的血条就掉一截。他一边不屑一边逃跑，最后连方向都搞不清楚。可是他没有跟任何人说，他只是安静坐下，拿出早自习要看的英文单字本。前排男生的声音还在传来，哎，牧师真的好难练。可是后面大家都抢着组，我昨天组到一个捕食超雷，一直捕错人。哈哈哈，新手吧。林映雪翻页的手停了一下，她突然想到自己前天捕错路人的事情，脸有点热。她低下头，把单字本拿得更近，像是只要这样就没有人会看见她心里的慌张。现实里的她依旧很安静。老师进教室时，她跟着大家站起来问早。
声音混在全班里，几乎听不见。第一节数学课，老师叫同学上台写题目，他明明知道答案，却在老师目光扫过来时立刻低下头。他害怕被叫到。中午吃饭时，教室里闹哄哄的，有人把桌子并在一起，有人拿出福利社买的炸鸡排，有人讨论今天社团要不要去操场练球。林映雪打开便当盒，白饭上有卤蛋和青菜，她慢慢吃着，听见隔壁座位的女生笑着说，周末去逛街买了发夹。另一个女生说，圣诞节快到了，想要交换礼物。圣诞节，林映雪抬头看了一眼窗外，校园里的榕树还是深绿色的，可是走廊旁边已经有班级贴了彩色纸做的圣诞树。她参加过一次交换礼物，国中时班上办过一次，老师说每个人都要准备一份100元以内的小礼物。她买了一本很漂亮的笔记本，包装只是淡蓝色的，结果抽到她礼物的男生打开之后说，怎么是笔记本？旁边的人笑成一团。那其实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，可是林映雪记了很久。从那之后，只要听到交换礼物，她第一个想到的不是期待，而是那个男生失望的表情。下午放学后，她没有立刻回家，先去图书馆待了一会儿。不是因为真的想看书，只是她不想太早回家。被妈妈问今天在学校怎么样，每次妈妈问，她都只能回答还好，因为如果说不好，妈妈会问哪里不好，她答不上来。没有人欺负她，没有人骂她，也没有人故意排挤她，她只是没有办法融进去，像站在一片热闹的玻璃外面，看得见里面的灯光，却找不到门。晚上8点，她写完作业后登入永恒之境，登入音乐响起时，她的肩膀明显放松了一点。小雪兔出现在新手村喷水池旁，今天村子比周末少了一些人，但世界频道还是很热闹，有人卖装备，有人找队友，有人吵架，也有人单纯站在村口聊天。林映雪看着画面，心里忽然生出一点小小的勇气。她今天想完成狼牙任务，她整理了一下背包，买了几瓶小红水和小蓝水，又把治愈树放到比较顺手的位置，然后操控小雪兔往南边森林走去。森林入口有很多玩家，野狼刷新得很快，一只倒下没多久，另一只又从树后跑出来，剑士在前面砍，弓箭手站在后面射箭，法师吟唱火球，牧师则忙着补血。他站在路边看了几分钟，其实只要开口问有没有人要组他，也许任务会快很多。可是他的手指放在键盘上，打了几个字又删掉。有人要组牧师吗？这句话看起来很普通，可是在他眼里却像一座很高的桥，要走过去需要很大很大的勇气。万一没有人回呢？万一有人说等级太低不要呢？万一他补不好害大家死掉呢？他最后还是没有送出讯息，只操控小雪兔往森林边缘走，想找落单的野狼慢慢打。第一只还算顺利，他一边丢神圣光弹，一边给自己补血，打了很久才把野狼打倒，掉了一个狼牙。他很开心，甚至在荧幕前小声说了一句有了。第二只就不太顺利，他打到一半时不小心引到旁边另一只野狼，两只狼一起冲过来，小雪兔的血量快速下降，他慌忙按治愈术，却因为太紧张点到旁边地面，技能没有放出去，血条剩下1/3。他转身想跑，可是森林里的树挡住路，画面卡了一下，完了，他心里一沉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剑光从画面右侧飞来，准确打在其中一只野狼身上，野狼立刻转头朝另一个方向跑去，接着又是一剑。那个人站在树下，角色穿着深色皮甲，手里拿着一把长弓，名字在头上显示星河未眠。林映雪愣了一下，她记得这个名字，前几天登出前她在系统公告旁边看过，那时候她只是觉得名字很好看，没想到真的会在森林里遇到。
星河未眠很快把其中一只野狼拉走，又绕着树走位，动作很熟练。另一只野狼还咬着小雪兔。林映雪回过神，赶紧补血，再慢慢把怪打掉。几十秒后，两只野狼都倒在地上，小雪兔站在原地，血量剩下一半，蓝条几乎空了。星河未眠走过来，停在他面前，密语视窗跳出来。星河未眠对你说，还好吗？林映雪看着那3个字，心跳忽然变得很快，不是因为害怕，而是一种说不上来的窘迫。他打字，还好，谢谢你。星河未眠回，你是来解狼牙任务吗？他回，但是打得有点慢。其实不是有点慢，是非常慢，他自己都知道。星河未眠停了几秒，然后问，要组队吗？我也要打狼牙。林映雪盯着那句话，手指一瞬间缩了一下。组队，这是他玩游戏以来第一次有人正式邀请他组队。他忽然又紧张起来，怕自己补不好，怕拖累对方，怕对方很快发现他其实是个笨手笨脚的新手。可是荧幕里的小雪兔站在森林里，头上顶着牧师的职业符号，而星河未眠就站在他面前，没有催促他，也没有跑掉。他慢慢打字，可是我补得不太好。星河未眠回，没关系，我跑得很快。林映雪看着那句话，忍不住笑出来，像紧绷的线忽然松了一点。她按下同意组队。系统提示，你加入了星河未眠的队伍。画面左侧出现队伍栏，星河未眠的血条和他的血条并排显示。林映雪看着那2条血量，忽然觉得这个游戏变得不太一样了。刚才他是一个人在森林里迷路的新手牧师，现在他有了一个队友。星河未眠说，我拉一只，你站远一点就好。小雪兔说，好。星河未眠很快往前走，拉了一只野狼回来。他站位很好，总是让野狼停在离小雪兔不远不近的位置。如果小雪兔被怪盯上，他就立刻射一箭把仇恨拉回去。林映雪一开始补得很慌，血条稍微掉一点就急着放治愈术，结果蓝条很快见底。星河未眠停下来等他回魔，他没有嫌他慢，只是说，不用那么急，我血掉到一半再补就好。小雪兔说，我怕你死掉。星河未眠回，我没有那么容易死。林映雪又笑了，她发现星河未眠不是那种一直聊天的人，可是他每一句话都让人很安心，不像班上的同学说话那么快，也不像有些玩家在世界频道里吵吵闹闹。他们在南边森林练了将近1个小时，狼牙从1个变成5个，最后凑满10个时，林映雪竟然有点舍不得回村。星河未眠说，你人物满了？他回，满了。星河未眠说，回去交吧。他打，你呢？星河未眠回，也满了。他们一起往新手村走，路上经过草地和小溪，有低等玩家正在追史莱姆，有人被野狼追着跑。林映雪看见那个人狼狈的样子，忽然想到前几天的自己，她停下来，对那个玩家放了一个治愈术。那个玩家原本快死了，血量突然拉回来，立刻在附近频道打，谢谢补士。小雪兔回，不会。星河未眠站在旁边等他，等他补完那个陌生人，他才说，你很适合玩牧师。林映雪看着这句话，心里忽然安静下来，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现实里很少有人说他适合什么，老师会说他成绩稳定，妈妈会说他乖，同学会说他很安静，但没有人用这种语气告诉他，你很适合。好像他不是因为不敢攻击才选牧师，不是因为躲在后面比较安全才选牧师，而是真的有某种他自己都没有看见的能力。他打字，真的吗？星河未眠回，你会注意别人的血量。林映雪盯着荧幕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回，可是我常常按错。星河未眠说，
那是熟练度问题，不是人的问题。林映雪的眼睛忽然有一点酸，她不知道为什么只是游戏里的一句话，会让她有那么大的反应。也许因为她一直以为很多事情都是人的问题。她不会聊天，是她这个人有问题；她交不到朋友，是她这个人有问题；她害怕分组，害怕发言，害怕被看见，也是她这个人有问题。可是星河未眠说，那只是熟练度问题，不是人的问题。他低头看着键盘，慢慢吸了一口气，然后打了句谢谢你。星河未眠没有回应。他们回到村长面前交任务。小雪兔升到了12级，一道金光从角色身上亮起来，系统音效清脆地响了一下。林映雪看着画面，觉得那道光好像也在她心里亮了一下。交完任务后，星河未眠站在村口，没有立刻离开。他问，你平常什么时候上线？林映雪的心跳又快了，晚上写完作业，大概8点多。星河未眠说，我也差不多。然后画面跳出好友邀请，星河未眠想加你为好友，是否同意？林映雪看着那个视窗，忽然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。她在现实里没有朋友，手机通讯录里除了家人和补习班电话，几乎没有同学会主动找她。她的生日不会有人特别记得，放学后也没有人问她要不要一起走。可是现在，有人在游戏里对她发出了好友邀请，她按下同意。系统提示，你已和星河未眠成为好友。好友列表里出现了第一个名字，星河未眠，目前在线。林映雪看着那个名字，很久很久都没有移开目光。星河未眠说，下次可以一起练。他回了句好，只是简单的一个字，却像他偷偷在心里答应了一件很重要的事。那天晚上灯出后，林映雪坐在书桌前，没有立刻关电脑，荧幕映着她的脸，眼神还是平常那样安静，看起来和白天在教室里没有什么不同。可是她知道，她在南边森林里有了一个朋友。她关掉灯，房间陷入黑暗。可是这一次，她不觉得自己是一个人，因为在另一个世界里有了一个好友，像一条很远很远的光，没有靠近她，却也没有熄灭。